江帆，性情暴虐，竟妄想非礼大前陛下之女。女帝有旨，赐毒酒一杯，经此。殿下乃是女帝陛下亲子，我李建刚以性命担保，殿下不会做这种事情。这世上哪有为了外人杀自己亲子的？俺铁牛也以性命担保，这是污蔑。我等愿以性命担保。女帝陛下有令，求情者同罪论处。殿下接旨吧。上一世母亲忌惮我，为了保全聚北城，接下圣旨饮下毒酒。化作幽魂看到，女帝勾结蛮族破我聚北城，蛮族劫掠百姓扬长而去，女帝倾军带圣旨围困聚北，屠城3日不封岛，百姓头颅铸作金冠。兄弟铁牛被斩断四肢丢入万人坑内，红颜白霓裳被我的亲戚吊死在城墙前风干，镇守北境国门10余年。女帝污蔑下，聚北城全体也成了天下唾弃的反贼。重活一时，圣旨又来了。站起来！殿下，诸位难不成真要造反？本殿下15岁入聚北城，诸位都是与本殿下出生入死的兄弟，须知我聚北自有聚北的血性。天下谁人不知我聚北铁骑甲天下？如何能随便归依阉人？你！选择1，接受圣旨，奖励假死丸；选择2，拒绝圣旨，奖励九哥当魔剑诀圆满。本殿下反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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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居然反了！陈北王，你怎么敢？本王有何不敢？自古君为臣纲，父为子纲。你弑君之路为臣子，又是女帝陛下亲子。君要臣死，臣不死不忠；母要子亡，子不死不孝。你怎能造反？如何敢造反？哼，弑君之路。镇北王竟然真的反了，这倒是有些出乎预料。但就算造反，咱家也要坏了他的名声，才不枉女帝陛下交代的任务。真以为镇守北疆全是你的功绩？若无朝廷发饷，你这聚北城如何能如此安稳？尔等不懂感恩也就罢了，竟然还敢造反！哼，本王15岁入聚北，何曾见过饷银？谁人不知聚北铁骑甲天下，聚北剑锋贯古今。若无军饷，怎能发展出如此基业？世人皆知我聚北剑锋贯古今，谁又知晓聚北城内家家户户无铁器？国可弃，命可焚，此铁铸剑可大胜。世人皆知我聚北铁骑甲天下，谁人又知10年之前聚北城中10室9空，无儿郎。我父亲死在战场，我丈夫也死在战场，聚北无男丁，女子亦可杀敌。我问你，你说的朝廷饷银何在？杀！杀！
就算如此，你当真觉得据北城一城之地能与大楚抗衡，能与女帝陛下抗衡？哼，你说本王手下有多少人？难不成本王只有800？镇北王，你有80万大军，可您是臣子，也是陛下的儿子，您怎能……本王有80万大军，你还敢来赐死？真以为当今女帝是秀儿啊？是啊，本王有80万大军，你还敢来赐死？真以为本王的母亲是秀儿啊？乱臣贼子，乱臣贼子！就算如此，陛下也是你的亲生母亲，你怎敢如此？当真不怕这天下悠悠众口吗你？将军最是忠孝的，这些年再苦再难都未曾退后一步，何必要做傻事？母亲？10年之前送毫无修为的本王入据北城送死的是谁？女帝陛下，陛下那是想让你历练。断本王想赢的是谁？那是因为3年前本王连灭北蛮18族，想送本王与北蛮公主和亲的又是谁？这天下哪来这样的母亲？她配当一个母亲？女帝陛下自有想法，不用解释了。你听，你要咱家听什么？镇北王，你！本王在等本王的80万大军，你在等什么？等死吗？本王在等本王的80万大军，你在等什么？等死吗？郡北铁骑，万见王爷！反了！今日杀你这阴狗！杀！女帝陛下圣明，早已知晓据北城有反意，莫老还请出手。是武道宗师。武道宗师已凝聚出武道意境，须得军阵为杀。就是不知道他领悟的是什么意境。以往咱们军中每逢大战，总有江湖宗师坐镇，如今怕是难了。如今军中无人，宗师可万军从中取敌首级。莫老，快杀了他！江帆虽是皇子将军，但自幼不能修行，对付宗师一般都靠军阵围杀和江湖草莽相助。江帆一死，叛乱可平，这可是天大的功绩！保护王爷！作为我大楚皇子，没有修行天赋，你就是个废物。宗师
很强吗？你是武者？怎么可能？我也能修炼了！好啊！没想到镇北王你竟然隐藏得这么深。就算你能修炼又如何？普通武者与宗师之间的差距如鸿沟啊！江帆，怪只怪你得罪的人太多了。与你相比，朝中诸公反倒成了酒囊饭袋。莫老，杀了他！殿下小心！众将士听令，我等今日围杀宗师。宗师很强。我曾做少年系皇宫，欠那世间最圣洁。我曾一曲唱尽凡尘歌，遇那作茧不悔人。我亦曾恍然一梦入10年，见百战沙场，苍茫骸骨，英雄林立，挥师北上。今日我于阵前，只手斩宗师。报！陛下，陛下，镇北王他反了！你说那逆子反了？哼，诸位倒也不用担心，朕早已料到，特派遣了一名宗师前往。陛下圣明啊！据北吴宗师，有宗师出手，必能斩杀那江帆。没错，据北王从小不能修行，宗师出手必然万无一失啊。说说吧，那逆子人头到哪儿了？陛下，据北王没死，他于阵前斩了那名宗师。啊，这怎么可能？据北王不是修炼废物吗？据北王能斩杀宗师，岂不是意味着他也是宗师境？陛下，那镇北王虽手握80万大军，但却最重君臣纲常。陛下再下旨一封，镇北王必会乖乖赴死。若那逆子一意孤行，陛下亦可将镇北王罪行公布于江湖之中，让公主江清雪携武林人士合力击杀镇北王。哼，柳宰府当真是朕的肱骨之臣呐！那逆子吹嘘他曾马踏江湖，依朕看也不过如此。陛下圣明。如此还不够稳当，来人，书信满祖，朕出10城联手杀江帆。江帆，看招！哼。江帆，看招！
堂堂镇北王，没曾想是个当徒子。3年前怎不见你如此主动？朝不保夕，如何能误家人？闲话少说。青州武林江湖人士已经成立沙北联盟，要截杀你了。选择1，解散巨北军当缩头乌龟，奖励大无相功。选择2，兵发皇城，奖励无色界领域，大无相神功大成，无色无相，幻化万千。无色界领域可以至纯功力施展领域，领域之内众生俯首。北疆之地，风雨飘摇。有人抱头痛哭，有人檐下躲雨，有人借伞披蓑。饶命啊！唯我巨北，宁在雨中高歌死，不去寄人篱下火。我等镇守边疆苦寒之地多年，朝堂诸公视我等如草芥，尘埃，我等当如何？杀！听闻帝都不知寒，巨北铁骑入帝都，兵发皇城。半月内连破18道天险，好得很呐！所以你准备好受死了吗？哼，带上来。他你还记得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放开他！8年前，蛮族进攻巨北，剑门62剑修驰援巨北城，62剑修战死，剑门只剩一孤羽。他们是大楚的英雄。关朕何事？一群草莽而已，死了一批，还有一批。当年朕送你这畜生去巨北城，本来路上就该你死的，结果被这贱婢救了一命。你这逆子权谋兵法都是这老头教的吧？他也该死。哦，对，他好像还是什么当世大儒。哼，他的孙女儿也被朕抓了。狗女帝！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很简单，你这畜生去死就好了。王爷，不能啊！王爷若死，末将誓死追随，请王爷三思。末将誓死追随，请王爷三思。孽畜还在等什么？帆，你是我最骄傲的徒弟。现在老夫教你最后一个道理：为君者，当无弱点。镇北王，我师门长辈驰援巨门城时就没想过回来。我以前恨过你，也知道你愧疚，现在江帆无需愧疚。不要！风尘！你弟今日我抗秦皇城，杀你！神！
江帆，这么久不见，我的好弟弟，你还是这么废物。镇北王倒行逆施，竟然带着大军谋反，真以为有80万大军就天下无敌了？皇都自古以来便是天险，周边江水环绕，更有剑阵守护，大军根本进不来。你的80万大军成了摆设，你们很得意。当然很得意，你这逆贼，雄居聚北城这等富庶之地，却干着勾结外敌造反的事儿。你越惨越好，甚至现在就该死在这里。聚北城是富庶之地，谁勾结外敌？我们数次想前往聚北城，你们都拒绝我们进入，难道不是聚北富庶？不是的，你们误会王爷了。聚北城。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吧。没什么话可说了吧？也是，跟你这种逆贼有什么可说的？当今女帝英明神武，曾镇压北蛮这10年不敢抬头，她都说江帆罪证，还能有假？女帝镇压北蛮，她不是要求和吗？明明是你这卖国贼想带着聚北城所有人求和，还敢污蔑当今陛下！哼！师兄，你跟这个废物说什么？谁不知道镇本王自幼就是废物？确实，现在没了大军保护，他怕是什么？怕是回不去了。呀，今天何该是老子扬名立万的机会？我起了，你上秒了，有什么好说的？秦音索命，是秦道大家的白霓裳。诸位，聚北逆贼就在这里，杀了他们可以族谱单开，冲啊！哎呀，我的好弟弟，好不容易能修炼，就狂妄到敢离开大军保护了吗？嘿，曾听闻镇北王自幼不能修炼，带兵打仗都是被重重保护的，现在也有得势便猖狂的样子。哼，区区微末实力罢了，当真不知天高地厚。自然是比不上清雪剑仙的先天剑骨。清雪剑仙15岁入先天，如今只差半步便能成就大宗师，此等天赋，天下无双啊！天生剑骨啊！若是老道好人能有此等天赋，老道死了也值啊！宗师，算个屁！好大的口气！你可知天下习武者何止10万，能入后天者不足5万，入先天者不足1万，能入宗师者不足100。老夫30岁入先天，50岁入宗师。你说宗师算什么？老夫告诉你，宗师算什么？普通武者不敢做的事，宗师敢做；普通武者杀不了的人，宗师能杀。入宗师者死，够不够清楚？够不够明白？本王15岁入军，连灭北境16名族，杀宗师18人。哼，我愚蠢的弟弟，真以为大军围杀是你的实力？阿弥陀佛，清雪剑仙所言甚是。
我等武林同道齐出手，这逆贼断无活下去的可能。我愚蠢的弟弟，你想好在你所剩不多的时间里，要交代点什么？请诸君赴死！畜生，猖狂！难不成你还要对我这个姐姐，还有青州这么多武林同道动手不成？传闻镇北王睚眦必报，现在看来比传闻中更凶狠。一寸山河一寸血，大楚疆土，寸土不让！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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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此来不为私怨，只为聚北城死去的诸多英灵讨回一些公道。为众人报兴者，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，更不可被人当成罪人。若说罪人，谁人有你罪大恶极？无君无父，不忠不孝之人。若是你来此是为了自裁，我还高看你这畜生一眼。到时说不定我心情好，还能认你这个弟弟。可没想到，你竟然是为了一群泥腿子！畜生，你想杀了我，杀你的姐！他们不是泥腿子，就因为这个，你竟然就要杀我？一群北境野蛮人罢了，不是泥腿子是什么？若是没有这些泥腿子在前线拼命，你们如何在后方享受这太平盛世？既然你执迷不悟，那就让我这个姐姐在这里杀了你。何须清雪剑仙出手，本庄主便可杀了这镇北王。本王总算知道有些人是不懂感恩的，能教会他们的只有死。剑姬赤焰，剑二冰皇，剑三情缘，剑四夜生，剑五落霞。江湖上能与本庄主不相上下者寥寥无几，你倒是有些实力。这剑侠原来就是九霄剑侠。传说这九霄剑侠共有9剑，9剑齐出，可战大宗师。你这畜生真以为斩杀一名宗师就无敌了？整日里与那些泥腿子撕破一块，丢尽了我们皇室的脸，还敢动手？莫不是真要等无痕宗师一剑斩了你？哼！莫要说我这个做姐姐不给你机会，你自裁吧。本王自裁？如今武林豪杰皆在此地，你焉有生机？武林豪杰，土鸡瓦狗罢了。土鸡瓦狗，好大的口气！土鸡瓦狗，好大的口气！聚北城不过泥腿子。
7年前，本王据北军马踏江湖之时，便未将他们放在眼中。江清雪，你贵为一国公主，却向往江湖闯出个清雪剑仙的名头，殊不知你眼中的武林豪杰，在本王眼中蝇营狗苟，不值一提。你，本王眼中绿林豪杰，杀江洋大盗，杀武林名宿，杀凡勾结外敌者，杀肆意妄为者，杀不是生产者，杀不服管教者，杀！你这畜生！难道所有反对你的人都要杀？天上地下，无本王不可杀之，无巨北铁骑不可踏足之地。猖狂！名剑谱排行第9清雪剑，当真好大的名头。叙旧结束，该杀人了。杀！虽是公主，却从小向往江湖，单人之剑得了清雪剑仙的名头，和你这种废物可不一样。我这一剑20年的功力，你拿什么挡？这畜生在笑，他难道还有后手？不可能！我自有天生剑骨，更是得名师指导，这孽畜凭什么有底气与我抗衡？连剑都不用，狂妄！怎么可能？我可是天生剑骨，你用的什么写法？这怎么可能？清雪剑仙可是天生剑骨，一生修为更是宗师巅峰，怎么可能被2根手指接住？这北王到底是什么怪物？我怎么可能输给你这废物？废物！我天生剑骨，自有被名师教导，更是获得清雪剑认主，江湖奉我为清雪剑仙。你算什么？你只是一个自幼被母皇丢在边疆的畜生！起！起！现在知道我们之间的差距了吗？这就是剑仙之剑，这镇北王真是找死！清雪剑仙怕是距离大宗师也不远了呀。被这一剑击中，这镇北王就算是宗师境，也断无活着的可能。我天生剑骨，母皇更是倾尽资源培养，你有什么？你又算什么？怎么可能？这镇北王竟然没事儿！阿弥陀佛，绝对已经受伤，这会儿在强撑着呢。你问本王有什么？本王什么都没有。本王有的是这广阔的天地。你在胡言乱语什么？大丑，
北蛮、南疆，天之极，地之角。战北蛮，戍江湖，踏黄庭。天下无本王不可去之处，无本王不可为之事。装神弄鬼，你这畜生耍什么花招？此剑国殇，请诸君品鉴。剑仙一剑。御！此剑可御千古。这是镇北王那一剑斩的宗师巅峰，他是宗师巅峰。我俩贫道的宗师个天尊啊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！我是天生剑骨，我是武林的清血剑仙，怎么可能？都是你这畜生！凭什么你没有武道天赋就能成为镇北王？凭什么我们有那么多资源，还是比不过你？你只是一个最不得宠的皇子，你成了镇北王，和你相比，我们算什么？满朝诸公算算废物。本王在巨北城与蛮族死战的时候，你们在后方骄奢淫逸；本王与同袍战至一兵一卒的时候，你们在争权夺利。你引以为傲结交的所谓武林豪杰，15年前就被本王踏破山门龟缩不敢出门。你所引以为傲的修为和天赋，我天生剑骨。所谓的天生剑骨，真的是你的吗？你所谓的剑骨，里面流着可是本王的力量。这孽畜是个祸害。把他的剑骨移植给清雪那丫头吧。江帆皇子还小，若是移植剑骨，怕是撑不住啊。这剑骨真的是你的吗？终于准备好了吗？这是九霄剑匣。将军，是九霄剑匣完全打开了，看来可能不需要我等出手。你们不了解我这位好侄儿。等军，备战！我的好侄儿，我这里有1万娘子军，你的军队被天险所阻，如何能不死？终于准备好了吗？你早就知道清雪仙子是为老夫打开剑匣拖延时间。无量寿佛，原来如此。他的演技太拙劣了。你，不管你打的什么主意，九霄全开，可逆斩大宗师。剑6
断尘卷。剑6，断尘卷。九霄剑侠第6剑。传说九霄剑侠全力施展，可逆斩大宗师，看来是真的。镇北王虽然很强，但也只是宗师境罢了，今日必死。九霄剑侠下，不管你打的什么主意，绝无生还可能。你这畜生还想乱我武道之心，不管是不是我的东西，都是我皇族的东西。九霄剑侠开，非大宗师不可敌，你这畜生如何抵挡？本王打的什么主意？哼，本王只是想在你们最得意、最骄傲的地方碾碎你们。天象之力不好！这畜生竟然触摸到引动天象之力的门槛，凭什么？引动天地之力，可就是大宗师啊！这是未来的大宗师种子，不死必定大宗师，不能让他活着。剑气，引天雷；剑霸，扣天门。剑9，九重天。九剑齐出，斩你！九剑齐出，斩你！此剑老祖所创，斩尽世间尘缘。此剑引天雷，审判世间一切邪祟。审判本王，他怕是还没资格。此剑离魂。哼，天门在上，天门之后更有九重天，镇北王还不扣手？天门之后九重天，这种剑招不似凡尘存在了，已经。修炼之人修的便是天道，以求天地开一线，破碎而去。如今天门就在眼前，九重天就在天门之后，畜生你如何能挡？这便是我藏剑绝学。武道之路修的便是顺天应人，纵然这镇北王实力滔天，若扣手，则被老夫这两剑斩杀；若避开，则心性受损，此后再无突破，此为斩念。阿弥陀佛，要么被斩杀，要么被坏了武道之心。镇北王这拿什么扛？这就是你们最后的手段了吗？当真是无趣。世人皆求天道，尔等以为是死局，那本王就开天门，踏九天。
这里是什么地方？那畜生又用了什么妖术？装神弄鬼，说到底不过宗师。九霄剑匣下手段再多也是无用。哼！果然是不受宠的畜生，只会搞一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。不对，这是，这是大宗师的武道意境，他是武道修行，后天炼气，先天沟通天地真气，循环不息。宗师可借天地大势，大宗师领悟武道真意，可沟通天地，使用天地之力。尔等不入大宗师，见我如井中蛙，看天上月。若是侥幸入了大宗师，那见本王如蜉蝣望青天。他真的是大宗师！跑，快跑！百炼江湖人未尽，枯骨如山悲莫停。诸位，武松。江清雪，你别伤我，江帆，我是你姐姐啊！还记得吗？你小时候，我还给你糖吃呢。是啊，掺和了砒霜的糖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姐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对，剑骨，你的剑骨，姐姐，我这就还你。你用过的东西，本王嫌脏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知道自己要死了。有诸多武林高手出手，那逆子今日必死。陛下英明。那镇北王毕竟能剑斩宗师，清雪公主她那又如何？清雪可是宗师巅峰，剑无痕虽是泥腿子，全力爆发却能斩出大宗师一剑。你觉得那逆子可能是大宗师？怎么可能？大宗师移山填海，我大楚多少年都没出了。能斩出如此剑道之人，必然是清雪。恭喜陛下，清雪公主剑道又有所精进，必能斩灭那镇北王。走，为那逆子收尸去。这个世界不该是这样的。
你既然杀他们，他们便是取死有道。我女清雪有大宗师之姿，快，让朕看看那逆子人头！啊，逆子？怎么是你？清雪呢？你说呢？不可能，清雪可是宗师巅峰，被誉为最有机会成为大宗师的天才。若无身份加持，你觉得有几分可信？就算那样也不可能，剑无痕战力直逼大宗师，除非……你这逆子是大宗师，你怎么可能是大宗师境？大宗师啊，这已经是江湖天花板了吧？岂不是说他可轻而易举刺杀女帝陛下？连自己的亲姐姐都杀。下一个便是你，逆子，你真以为你武功高便可以为所欲为？算算时间也该到了，大军压境下，朕看你这逆子如何去死。废物！怎么了？看来我那位母亲还真恨不得我死呢。这支大军都召集来了，那我们要不要暂避锋芒？1. 暂避娘子军锋芒，奖励明剑寒光。选择2，直面娘子军锋芒，奖励剑道真解。本王避他锋芒。将军，为何不让大军压上？我那侄子从小便擅长领军打仗，如今更是有了斩杀宗师的战绩，若是被发现，反而不美。有清雪剑仙出手，镇北王必然殒命。哼，不可掉以轻心。属下醒得。那畜生早该死了，被清雪那丫头杀了，倒也省得我动手。看来清雪那丫头已经斩杀那畜生。也对，她毕竟是江湖传颂的清雪剑仙。小帆，怎么可能是你？是本王站在这里，让你很失望。怎么会呢？小帆，你是知道的，小姑我从小就肯照顾你。是啊，镇北王，你与我家将军都是大楚军中支柱，我等自然钦佩，怎会不希望王爷您活下来？军中支柱，哼，他也配。片场小剧场，我昨天发的视频，你居然都没点赞，是不是心里没我啦？傻瓜，我最疼的就是你了，这就给我的游园美小公主补上，好不好？小帆，10年不见，连你都成宗师，敢忤逆姑姑了。我家将军自幼出征，连下西南8城，百战百胜，自然算得上军中支柱。镇北王，你也莫要觉得与我家将军比而自卑。所以，那些城市呢？这也怪范二你当初送来的那位谋士，若非他昏招频出，不然岂会丢掉那8座城池？所以你们就砍了他的双腿，削了他的手臂，送回聚北城。我知道你和他关系甚好，但国有国法，
君有君规，给他留了一命送回去，已经是看在你的面子上了。看在本王的面子上，本将秉持军法，有何不对？他曾经在江湖上有个名号。什么名号？鬼谋神断，得其一可得天下。神断在大前辅佐大前武帝，大前如今已是名副其实的齐国第一。你是说，鬼谋神断得其一者可得天下？他是鬼谋。你就这么放弃你那偌大的名声？王爷三顾臣于草庐之中，区区名声身外之物，有何不舍？我所求者，不过这天下太平安康，名声于我如浮云。我没你那么大的心，只想守住这北境国门，饮马瀚海，封狼居胥，收回北云16州。杨胜，杨胜！不管他那些名声，但确实是因为他的决策，才导致我娘子军连吃败绩。6年前鬼谋入我巨北城，那时本王被蛮族围困，鬼谋运筹帷幄，以300人首山大胜。5年前，北蛮大军压境，鬼谋只身入局，摆下空城计，让本王能灭北蛮118大族。What the dog doing? 你说是因为他的决策才导致你吃败绩？他名声大，过往计谋精妙，并不意味着他永远不会犯错。犯错就要受罚，这是军规。那鬼谋离开之后，你娘子军又有何战绩？胜过一场吗？镇北王，抛开事实不谈，那鬼谋难道就没有？都抛开事实不谈了，你还能谈什么？这些事是非曲折，后面我们可以慢慢讨论。清雪那丫头呢？你没遇到她？清雪是宗师巅峰修为，若是有她助力，能轻松拿下江帆这畜生。本王在这里，他自然是再也来不了了。他们，你把清雪？不可能，清雪可是宗师巅峰，更有剑无痕帮助，你怎么可能杀得了他？本王站在这里，不就已经很明显了吗？你是大宗师？不对，你宗师无敌了。大宗师只存在于传说，没想到这小畜生竟然能入宗师无敌境。得先稳住他。小帆，我相信你一定也是有苦衷的。姑姑从小就向着你，听姑姑一句话，把兵权交出都有的谈。不管是你杀清雪的事情，还是你在巨北城受属下蒙蔽说出的那些胡话，姑姑都会帮你说话的。向着本王？你忘了你小时候偷了皇宫的玉器，被处罚是谁帮你说话的吗？皇姐，雪这么大，别把这小畜生玩死了。哼，这小畜生不会真以为朕因为一件玉器才想打他的吧？哼，笨蛋畜生哥哥，清雪喜欢看着他被打。念在你姑姑替你求情，今日便放了你这畜生。是啊，本王真得谢谢你，让本王认清了你们这些所谓的家人。你什么意思？
若不是认清了你们的嘴脸，本王也不会对你们彻底失望。小范，你……本王15岁征战沙场，你这种小伎俩就不要在本王面前卖弄了。你这畜生，永远是这样，永远是这么优秀。和你比，我们所有人都像是废物。哼，畜生，看到没？这就是你一直瞧不起的本将军的军队。今日，就算你是宗师无敌，也得死在这里。今日，就算你是宗师无敌，也得死。依旧是这些上不得台面的手段。江帆，你只是一个不受待见的畜生，凭什么高高在上瞧不起我们？哼，你没有武道天赋，皇家也不待见你。可你为什么那么优秀？我从小便想纵横沙场，可你的兵法天赋比我强了不知多少，顶级谋臣也投靠你，凭什么？所以你就对鬼谋出手了？没错，他是你的左膀右臂，我寻了个理由借来，然后斩了他的四肢。他倒也硬气，愣是一句求饶的话都没有。鬼谋于社稷有功，你如此作为，真不怕遭全天下人口诛笔伐？这么多年没见，你还是那么天真，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世人只会记得你这位镇北王是乱臣贼子，鬼谋也是乱臣贼子，剧北镇所有人都是乱臣贼子。而我大楚战神江如烟将是剿灭叛乱的英雄，世人只会这么记得。杀本王就凭你？你能杀清雪，是宗师无敌，自以为可以想走就走，可你可知青山重几何，江水何时断？结阵！乖侄儿，本将军这2道军阵如何？此阵勾连青山厚重之大势，青山存则阵不破，然青山不破，故大阵永存。此阵借江水之势，江水湍流，大阵威势连绵不绝。此2道军阵与你镇北军相比又如何？如此询问，江如烟你还真是可悲呀！你说什么？做的一切都妄想得到别人的认同，你很自卑。我贵为大楚长公主，统帅娘子军纵横沙场。你想要别人认同，你在自卑？你懂什么？身处这样一个世道，我们女子若是不做出些成绩让别人认同，如何能做主自己的命运？你生来便是男子，你根本不懂。我不懂，我巨北曾有女子用兵多多益善，势如破竹，72大小战役无一败绩。我巨北有女子诗文如百弹之弓，千金之弩如苍生头顶悬挂满月，让后辈生出只许磕头不许说话的念，真是壮丽。我巨北有女子手弹若有神明附体，万下棋子轻敲，却如麾下猛将厮杀，气魄奇绝。我巨北女子星河灿烂，何须他人认可？不管怎么说，你已被我围困，凭借你宗师巅峰的修为，你当如何？很简单。什么意思？本王成大宗师便是。
相，这不可能！该死的，这畜生竟然成就大宗师境了！陛下，或许那镇北王并不是大宗师，而是宗师无敌境。是的，是的，那畜生也配成为大宗师？这就大宗师了，这还算是人吗？大宗师又如何？我了解那逆子，以如烟的能力，那逆子今日必死。天地异象，大宗师了呀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成就大宗师？清雪天生剑骨这么多年都没成就大宗师，你凭什么？哼，若非尔等废物挖本王剑骨，本王10年之前就能成就大宗师。你知道？本王一直都知道。果然，本王的东西哪怕在废物手中，对方也依旧是废物。你把剑骨拿回去了。你们用过的东西，本王嫌脏。纵然你对姑姑我有误解，可你毕竟是我侄子，我拦不住你。你走吧，大宗师可借用天地之力，万军从中来去自如。今日是杀不掉这畜生，只能想办法去请一位大宗师出手。谁说我要走了？这畜生虽然晋级大宗师，1万大军拦不住，但若是陷入军阵中，未必不能围杀。居北城的战绩便是曾围杀一名大宗师，若是我也能围杀，必然名传天下。本王说了，此来便是要在你们最骄傲的地方彻底击溃尔等，为国捐躯者成罪人，骄奢淫逸卖国求荣者享受荣华，这天该换了。为了一群外人，把剑对准我等家人，小畜生既求死，就别怪姑姑狠心了。总算是暴露你的本来面目了，这才像点样子。齐军阵！山岳之厚重，你挡得住吗？怎么可能？你们是不是也觉得本将军做的不对，所以没有权利？给我镇杀他！还真是丑陋！行军打仗最忌方寸大乱，你却将罪责怪到将士们身上。一群贱民蝼蚁罢了，原本还担心你逃跑，如今若是你逃走，以你大宗师的修为，本将军还担心困不住你。哼！如今你被2大军阵困住，迟早也会被磨死，就让我来替你解脱吧！我的好侄儿，你没想到我也是宗师吧？终于可以死了！纵然本王背负山运，需一手托住苍兰江，一样举世无敌。剑来！剑来！我不信，我不信！你怎么可能还有一……不可能！就算你是大宗师，也不可能这么强。就算你是大宗师又如何？我这里有1万人，1万人啊！1万大军，耗也能耗死你。
更不要说这军阵与山川江水勾连。本王不杀你，是因为最该杀你的人还在路上。堂堂镇北王，绝境下也就只会嘴硬吗？输就是输，赢就是赢，这一次是我赢了。你赢？当然。你所依仗不过是这2大军阵与山川地势勾连。那本王便。一剑摧山，一剑断江。你的武道真意怎么可能这么强？一剑断江，千江绝流；一剑开山，万手绝宗。这武道真意，在大宗师中都是巅峰了吧？你还有什么本事？一剑破甲8000余，如此杀孽，难道你就不怕午夜梦回他们来找你索命？难不成他们要杀本王，本王还得站着让他们杀？他们有什么错？他们都是一群女孩子，丢掉你一条命，他们就能活，这不是很好吗？他的脑子跟我无关。他可能跟皇位上那位一样，出生是脑袋先着地的。江帆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来之前便已调集青州的军队，他们已经杀来了。枉你自诩智计无双，你终究是输了。你确定是青州的军队？当然。还想收你来了。不，你不能！一群养不熟的畜生，和那逆子一般。陛下，您说的对，可别气坏了身子。何况长公主可是名将。名将？他也配？他那些功劳水分有多少？朕还能不知道？朕的依仗从来不是什么娘子军。陛下难道说服了世家联军？不止，还有蛮族。什么皇子，说到底不过是家奴罢了。这天下，朕宁与友邦，不与家奴。想来蛮族已经入关了吧？哪儿来的蛮族啊？镇北王走了，这天也没他呀。有敌！叫吧叫吧！这可是你们大楚的女帝，把你们卖给我们蛮族了。逆子，
你竟然把如烟也杀了！杀姐弑锅，你当真不在乎天理循环吗？哼，天理？何为天理？你违抗母命视为不孝，违抗帝命视为不忠，掀起战乱更是天理不容。何为天理？太平盛世当可无为，可若这天下乱世，却仍无一人站出来终结这乱世。不，这不是天理，贼子当道，天下再无大同，那才是真正的不顺我心。这天下没有本王不能行之路，也没有本王不能杀之人。逆子！就算你能如此妄为，你真当天下人会认可你？随心而动，本王此来只为杀你，不为他们认可本王。朕蛮族踏江湖，我具备行事，何须他人认可？真当天下没人治得了你？你还有什么手段？尽管来便是。将军，我等世家子弟皆汇聚于此，定能灭杀这镇北王。哼，我的好哥哥，终于又要见面了。逆子，你看，他们来了。君不成君，将不成将，你的倚仗就这些？你懂什么？你这逆子畜生，所依仗的不过是你聚北城的那些泥腿子，一路摸爬滚打。若非那些不听话的武林人士前去，朕不可能让你镇北城有一位宗师存在的。你做了什么？大前武帝说了，这些泥腿子本身就是不稳定因素，若是诞生的宗师过多，难免让朝堂震荡。8年前，具北武王先天巅峰的姜太玄，晋升宗师时陨落。哼，天下谁人配白衣？唯我武王姜太玄。朕给过他选择的机会，从你初入巨北便开始护持你，还非要和那些泥腿子站在一起。朕让他引蛮族入侵，他竟然敢拒绝。小子，以后聚北城我罩着你。我死之前，你这个镇北王不会死，聚北城百姓也不会有事。所以，所以他死了。突破宗师前夕，朕下的毒。所以他死了。突破宗师前夕，朕下的毒。谁让他不识抬举？不仅是他，当年剑门何等辉煌，62剑仙齐出，剑门驰援聚北城，天下武者皆只敢仰望，不敢同行。去之前，朕便警告过他们，若是一去不回，你猜他们怎么说？他们说那便一去不回，一群傻子。你是大宗师又如何？你杀了诸多江湖泥腿子算什么？朕是天子，让你聚北无宗师，聚北便无宗师。
你在找死！你先活下来吧。若是你死了，朕要尔等做成雕像，跪在这皇城前，日日夜夜受万民唾骂，成千古罪人。就凭他们可都是世家子，从小就接受最精英的名师教导，还比不过你们这些泥腿子。大楚与世家乃是合作关系，他们出手，你巨北又有几人能打？如果这就是你的倚仗，镇北军！这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世家联军怎会被你的军师吓倒？你觉得所谓世家联军接受最精英的教育，最好的装备，你认为这样就强了？不然呢？我弟说了，只要有这些，不论是谁，都能开疆拓土，建功立业。你的世家联军从小接受的是最好的教育，所有装备也是最好的。我镇北军什么都没有，大漠、雪地、高山，我们什么都没有，甚至饭都吃不饱。我们只有一场最惨烈的厮杀和守护巨北的信念。哼，建功立业，他们也配？你这逆子在说什么胡话？定是他们被你这逆子打了个措手不及。等着吧，等他们重振旗鼓，你这逆子和你的镇北军什么都不是。陛下说的没错，镇北军只会做这些上不得台面的事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我来自沈家。沈家就是那个盐铁起家，沿途甚至想抓普通百姓来威胁本王的沈家呀。不过是一些泥腿子罢了，算得了沈。白泥场，宗师境也不过如此。不愧是沈小姐，能挡下宗师一击。要我看，这些泥腿子宗师根本不算什么。逆子看到没？这就是世家子和泥腿子的区别。世家子先天就可以战宗师，你又算什么东西？给他个教训罢了。血！你竟然因为那些泥腿子让我流血！不过是几个普通百姓泥腿子罢了，若能帮我们挡住镇北军，那是他们的荣幸。普通百姓？若无这些普通百姓供养，何来你们这些所谓世家？这天下本就是王权和世家的天下，能赏一口吃的给他们，他们就应该对我们感恩戴德。他们祖辈是我们的奴隶，他们乃至他们的后代生生世世都是我们的奴隶，这是千年流传下来的规矩。镇北王莫以为你与我等有什么不同，你身为镇北王，不也是如我等这般对待这些泥腿子？我巨北城与尔等自然不同，我巨北城土地皆个人所有，凡我巨北城百姓皆自愿服兵役，家家有存粮，户户有余盐。凡我巨北城百姓适龄儿童皆可入学堂，年老无所依者，皆由巨北城提供岗位进行赡养。我巨北城幼有所养，无论男女，
皆可读书识字，老来亦有所依。我们不一样。莫要说的你多高尚，此次我等世家联军在此，他们皆是从小接受精英教育的世家子，你以为你们一群泥腿子能逆天？哼，土鸡瓦狗，不过一群待宰羔羊罢了。江天辰，还不动手！江天辰，你在做什么？江天辰，放开沈小姐！李家赘婿，恭迎镇北王登基。江天辰，你个逆子在做什么？你们世家又想做什么？世修降表，真符合李家的一贯作风啊，我的好弟弟。不过是世家谋存的手段罢了。若今日不是我镇北军入城，而是蛮族呢？能打到此处者，皆合乎周礼为正统，可入关称帝。好，好，好！当今陛下昏聩，镇北王携军入关，清君侧，可为正统，请镇北王入关。原本王是想入皇城的，只是看到尔等世家作为，本王突然不想了。为何？尔等世家寄居于皇朝，吸食明旨明告。当年本王在前线作战，尔等世家怕是也没少散播谣言。镇北王今日不想入关，那便可以长眠此处了。这是儒道大宗师。没错，正是儒道大宗师。儒道修行最是缓慢，战力也孱弱，但入大宗师境界便可称无敌。兄长，我知你心高气傲，但百年王朝，千年世家，世家底蕴不是你可以窥探的。这也是你当初选择入赘李家的原因。哼，我们这位母亲，你应该也知道，你从小聪慧，更是天生剑骨。结果剑骨被挖，被发配到巨北城那苦寒之地。哼，你如此优秀又如何？如今还不是反贼？连累的整个巨北城都会成为罪人。所以你入赘了李家？只有世家才能护住我。哼，凭他？小娃娃，老夫3岁读书，5岁识千字，读书60年，方才成就儒道大宗师。莫说你过不了老夫这关，就算你真过了老夫这关，这天下世家，你能杀尽？你说，族谱这玩意儿谁发明的？也太好用了。
小辈，你放肆！老东西，你真把自己当回事儿？哼，纵有此军阵，也不是你嚣张的本钱。本王行事何须向你解释？哼，李老，此事请交给我便好。哼，皇兄，你的倚仗我已知晓。不过，你真以为凭借这80万镇北铁骑就能纵横天下？有何不可？若是有军队拖住这80万大军，李老再以雷霆之势出手镇杀于你，你当如何？凭他们？自然凭借的不是他们，我等有的是手段杀你。这天上地下何人能胜本王？何人能杀本王？不愧是皇兄，其实你知道吗？每次都是这样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所有人都很不喜欢你。为何？因为不管你面对谁都是这种不屑一顾的表情，偏偏你还过于优秀。不管是我、姐姐、姑姑，甚至是母亲，和你相比，我们就像是个废物。你们废物罢了。其实我很羡慕你，被挖了剑骨你能活，被派去必死的巨北城你能成为人人敬仰的大英雄，而我只能靠着入赘去苟延残喘。你都不知道我有多羡慕你。可我现在并不羡慕你了，因为我总算赢了你一次。皇兄，你听。镇北王，若是你现在答应我等世家的条件，此局可破。我有一门剑术，可暂时拖住那位大。哦，条件。从此以后，与我世家共治天下，何必为了一些泥腿子与我世家作对？镇北王，我们这是在给你机会，等蛮族大军到了，到时候生灵涂炭，可都是你的错。镇北王倒是长得一副好皮囊，以后倒是可以赏赐你我世家血脉。女帝也答应了。女帝答应的可不是这条件。女帝答应各大世家与国同修，所有百姓皆是猪狗奴隶，世家杀猪狗可免罪，世家犯法可免罚。不愧是他，我的好哥哥，所以你选择死还是活？我选择。镇北王，好久不见！镇北王，
我们又见面了。是你这头肥猪！江帆，你住口！这位可是蛮族公主，你怎敢口出如此阿杂之言？完了完了，江帆这疯子，哪有当着别人面骂人是猪的？这蛮族大军要是发起狠来，不会连皇城一起灭了吧？有李老这位儒道大宗师在，所谓蛮族大军也不值一提。镇北王，你果然是爱本公主的，竟然把本公主比作我族圣物猪，跟本公主走吧。滚啊！我早知道你会这么说，所以我早有准备。镇北王，你最是在意大楚百姓，这些都是青州俘虏来的。若是你入赘我蛮族，本公主就立马下令放了他们，如何？完了完了，江帆最是在意大楚百姓，如果真投降了，蛮族镇北军联手，镇北王，都是你这逆贼的错。本王的错。没错，就是你的错。你为什么要撤离聚北城？如果你不撤离，你们都说本王是逆贼了，本王凭什么还要为大楚守着聚北城？可你是镇北王，蛮族这么强大，你为什么不早说？本王早就说了，可你们不信啊。就算我们有错，抛开事实不谈，你就没有错吗？本王现在可是反贼，除了聚北城百姓，你以为本王会把其他人放在眼中？放开他们吧。都是你的错。小花正在等我回家成亲，如果不是你，恶邪业障，枉度轮回，如是我斩。我的丈夫正在等我回去成亲，外道邪佛，迷离仕途，如是我斩。我那儿子孙女啊！陛下要镇北王你死，你怎么不去死？如果你死了，他们就不会死了。老头子，我说句公道话，死镇北王你一个，可以救天下人。要不，镇北王你就去死一个。妄行无端，阻无前路，如是我斩。妖邪鬼恶，荼毒生灵，如是我斩。如果不是你，阿爸阿妈、爷爷奶奶他们也不会死了，都怪你！如果不是你，阿爸阿妈、爷爷奶奶他们也不会死了，都怪你！大胆妖魔，竟敢毒手无辜孩童，当斩！堂堂镇北王竟然会杀老幼！本王守护的是人，心中不存感恩之心，在本王看来已不配称之为人。何况他们的女帝都已经不把他们当作是人，本王操什么心？江帆，你胡说什么？当今女帝陛下文治武功皆属顶尖，自然是爱民如子。北境到皇城18道天险，若无那位首肯，蛮族怎么杀来？这种事情如何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？
该死的江帆！陛下怎会如此？这不是卖国吗？嘘，怎么敢做这种事情，不敢让人说出来？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。若是加入我蛮族，我蛮族在，大楚自然不足为虑。镇北王，你加上我蛮族勇士，这齐国都将臣服于我蛮族。如果江帆加入蛮族，那这天下还有谁能挡住蛮族？江帆，加入世家，你就是大楚新的皇帝。我不和畜生合作。江帆，你找死！哼，镇北王既已选择我等世家，还能让你伤了我大楚未来的皇？哼，明智的选择，未来的楚皇。本王也不和畜生不如的人合作。世家联军拖住镇北军，镇北王今日必须死！蛮族勇士，杀！我的好哥哥，你选了一个死局。公主可是我们蛮族的高阶战士，比你他们大楚大宗师的存在。哼，让这个镇北王不识好歹，要被我们公主吹成肉泥了。本王不喜欢畜生站着与本王说话。无色界领域。这是什么力量？怎么可能？公主在做什么？镇北王不就是废物吗？所谓武者，在我们蛮族勇士眼中，不也都是同样孱弱不堪吗？废物！我镇北军中无一宗师，被我镇北军阻挡10年，尔等又是什么？废物都不如吗？你们还不出手？我可是听你们女帝陛下命令入关对付镇北王的。哼，你们蛮族也是一群废物，连个废物镇北王都杀不了。若是再不出手，老夫便让我蛮族勇士全部撤离，你一人面对镇北军。还请李老出手。本王也不喜欢畜生不如的人站着与本王说话。真以为老夫与这些废物是一样的吗？镇北王，你莫不是失心疯了？李老可是儒道大宗师。大宗师那可是站在这个世界最顶端的存在，儒道大宗师更是可称无敌。江帆，我听闻过你有斩杀宗师的记录，可李老是大宗师，是吗？镇北王，你找死！此一拳，圣人问心。此一拳，圣人问心。何为人？啊！大宗师这一拳，为什么感觉没那么强？对啊，而且镇北王为何没有躲？哼，你们懂什么？此乃李家绝学，圣人问心。此拳有圣人意境，非心境无垢者不能抵挡。只有儒道大宗师才可修行，故而可称无敌。何为人？圣人创出的拳法，至今为止无人可破。镇北王，
你可以瞑目了。何为人？本王就是人。他竟然说他就是人！哼，兄长，你莫不是知道必死，所以才这样回答的吧？这是被老夫这一拳吓到？不对，这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，怎么可能这样？善，这一拳过了。他真心中没有做过丁点不仁之事。何为？后人自有后人之说法，已故之人就莫有跳出来。莫以为破了老夫一拳，就真是老夫的对手了。老夫这一拳不属于凡尘，不属于天上，以儒道为根，借千年文运，可以全为人之极。你既称人之极，那本王的剑便是仙人剑。师尊为何要纵容镇北军直入皇庭？本尊不愿意与那小辈见识，若是为师出手，他自然不算。咦？师尊，这是？这是仙人剑。哼，世家虽然都是白眼狼，但若加上蛮族大军，此次那逆子必死。哼，这群贱民官员勾结，都该死。陛下您看，陛下，这是仙人剑，这是仙人引动天下河流汇聚的仙人剑啊！也不知是何等人物，竟然能使出此等剑术。可惜不是我皇族中人。朕要找到这位强者，只要他肯来，朕什么条件都答应。有他在，纵然那逆子用兵如神，也得被一剑斩杀。陛下英明。这是仙人剑，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这么强？本王今日借天下水运，以河伯斩你文道气运。圣人法相碎了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本王这一剑如何？畜生不配说话！江帆，你怎么敢？你杀了公主，蛮王不会放过！本王说了，畜生不配说话。你怎么敢？怎么敢杀了蛮族公主和大祭司？你知道你做了什么？
蛮族公主和大祭司是蛮族重要人物，你杀了他们，蛮王必定会大举入侵我们大楚。那又如何？蛮族凶猛你是知道的，到时候生灵涂炭，你……蛮族凶猛，我镇北军就差了。你……而且你还说错了一个点。什么？是你们大楚，而非本王的大楚。你们女帝不是说蛮族软弱吗？与本王何干？杀了蛮族，倒是把你们忘了。你敢？杀！凡族谱世家之人，一个不留。那逆子赢了。陛下保重龙体啊！更衣，那逆子真以为有什么镇北军他就无敌了，看来不得不动用我皇族底蕴了。陛下，下面的人来报，已经查到了仙人剑的踪迹，正在赶来。有仙人剑出手，什么镇北军？那逆子朕反掌可灭。陛下英明。逆子，你竟然连世家的人都敢杀！曾经本王把你的做法当成是一份考卷，本王想答出一份满意答卷回到皇城。后来什么？本王发现打进皇城可比考进皇城简单多了。逆子，大逆不道！你让本王去聚北城，难道本王就该在聚北城等死？哼！当然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你10年前就该死在聚北城，聚北城就不该存在。你的意思是，千千万万聚北城百姓就不该存在？自然如此。本来朕与蛮王定好约定，以聚北城换10年安定，谁知你这畜生不仅守住了聚北城，竟然还组建了镇北军。朕当年就该一把掐死你。那本王在你眼中算什么？天下百姓在你眼中算什么？天下百姓于朕眼中不过羊群，朕为放牧者。至于你这逆子，哼，你连猪狗都不如。可本王母亲想让本王死的情况下，本王活下来了。本王也有一事想问陛下。什么？陛下何故谋反啊？哈哈哈哈哈！逆子，这是我大楚的国都。你们为何在本王的土地上建国？你逆子！君若不贤，群臣可举兵伐之。这天下乃是天下人的天下。我大楚祖训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，你又做到了哪点？勾结蛮族，纵容世家，卖国求荣，视百姓如猪狗，你配作为我大楚女帝吗？逆子，你真以为你赢了？不然呢？哼！自古以来，皇帝之位必须要得位正，得天下万民认可。你有什么？你什么都没有。群臣也不会认可你，也不会有人认可你当皇帝。哦。
群臣与朕一心，他们……这是……大楚群臣，请陛下登基。你们乱臣贼子！女帝如何？哼！这些乱臣贼子归顺于你又如何？朕还有玄甲军！哼！朕的玄甲军乃是大楚打天下所建立，百战百胜。逆子你的镇北军在玄甲军面前不值一提。镇北军杀！你玄甲军不弱，我镇北军又岂会弱？本王须避你锋芒。哼！你这逆子，说是一直躲在大军之后，还有些麻烦。我大楚皇室历来皆是武道天才，世人皆知朕英明神武，却不知朕亦是武道高手。然后呢？朕知你这畜生有些手段，但无大军保护，武道修为便是一切。你觉得你比本王强？千金之子不做垂堂，你也配让朕动手？朕说的是仙人剑。仙人剑？数日前有仙人挥剑，引天下江河震动，此为仙人剑。而朕已经找到了仙人剑。你们不信？倒也不是，只是本王想到一件很好笑的事。我也是。哼，无知小儿，岂知仙人剑的强大？仙人剑之实力，至少也是大宗师，甚至可能达到天人境。你这种武道废材是不可能理解的。哼，武道废材，若非你娃本王见过，本王何至于蹉跎如此岁月？那样的武道天赋，放在你这畜生身上就是浪费，放其他人身上，才能让皇室出一位仙人剑。你想让皇室出一位仙人剑？七国皆是武道大势，只有足够多的强者坐镇大楚，大楚才能兴盛万年。你懂什么？真以为你那区区镇北军能掀起什么风浪？乱臣贼子，鼠目寸光罢了。若是仙人剑是我皇室之人，该多好啊！哼，孽畜，你笑什么？本王与你的想法不同，这天下非天子的天下，非武者天下，更非世家的天下，这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，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朕不与你分辨，只是你带兵这么多年，连朕在拖延时间都不知道。小德子，请仙人剑。陛下，还不有请仙人剑？是不是那位仙人剑还有什么要求？朕富有四海，若仙人剑来此，无有不远，共治天下也无不可。陛下，仙人剑已经来了。逆子，听到没？仙人剑来了，
你这逆子马上就要死了。仙人剑不愧是我大楚国之栋梁，仙人剑在何处？还不请出让朕见见。不用你请。你这逆子上来，当真是找死不成？等等，这逆子，你是巨北守国门的是我，阵前斩宗师的是我，剑压江湖的是我，马踏江湖是我，世家门前杀蛮族是我，镇北王是我，仙人剑也是我。啊！陛下，你该赴死了。帆儿，我们真得闹到这一步吗？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帆儿，我那是考验你呀。考验？当年你出生之时，朕担心你天赋过高，所以才挖你剑骨。也包括本王差点被你杀死。你这不没死吗？如果不是朕送你去巨北城，也如何能拉出这样一支大军？待朕死后，你也是楚皇，一家人何须闹到如此程度？哼，考验？那死去的镇北军如何？死去的百姓也是你算计的？不过是一些泥腿子罢了，能为朕培养出一名继承人，是他们的荣幸。我们才是一家人呐。所以这些随你造反的主谋是不能要了，必须死。为了避免你再被反贼迷惑，只要你交出镇北军军权，朕就封你为太子，如何？本王觉得不如何。你糊涂啊！我们才是一家人。如今朕只有你一个子嗣，这天下以后不还是你的吗？说了这么多，准备好了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哼，你知道又如何？这是什么？传闻大楚皇室自开国之初便留下守护皇城镇，这莫非就是？不错，正是此镇。逆子，你有满堂文武支持，你有绝世武力又如何？趁这大阵，能不断的抽取阵中之人生命，叠加到朕修为身上。哼，朕如今的修为，陛下，我们都是您的子民呐！白姑娘，女帝这是天人镜。天人镜！王爷来此前下令，若遇意外情况，必请白姑娘入阵中，我等誓死保卫。他是大名鼎鼎的镇北王，若我走了，你如何配得上他？逆子，没想到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有属下追随。得道多助，失道广助，自古以来便是如此。自古如此。自古以来讲究的便是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。
你看看他们这些蝼蚁，遇到如此天崩之事，只能寄希望于一个渺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战胜朕的可能。本王倒是好奇，以你的性格，纵然那武帝天纵之资，你又为何会对武帝言听计从？哼，你懂什么？25年前，朕得天地启示，天降神子，若能与之结合，将来可飞升上界。25年前，你也猜出来了。当时朕纳了你的父亲，没想到神子竟然是你父亲的弟弟大前武帝。所以你才这么恨本王？没错，如果不是你父亲那个废物，本帝如今早已飞升了。所以当年我父亲的死，朕没法飞升，自然也不会让他好过。你简直是畜生！朕不否认这个事实。朕如今是天人境，谁能杀朕？谁敢杀朕？我能。逆子有些手段，但不入天人，皆为蝼蚁。你这逆子不知天人强大，如今朕就告诉你，所谓武者，乃是夺天地之造化，后天炼化五谷，先天炼气，可勾连天地，内息不绝。宗师之境，可调用天地之力；大宗师之境，可调天地大势。哼，至于天人，天人驾驭领域，领域之内是我的世界，规则也由我定。你不怕？本王为何要怕？或许是你不知领域强大，譬如跪下。怎么可能？你怎么可能不受规则束缚？怎么不可能？这天地生灵皆在规则束缚之内，即便天人也如此，除非朝苍梧而暮北海。啊！你是？不可能！朝苍梧而暮北海，无拘无束，可斩天上仙人，落地神仙境。朕北王逆天了呀！不可能，无敌神仙境只是传说，只有飞升仙界才能成仙。这逆子怎么可能？前人不可为，本王自当超越前人。不，我不信。我是你母亲，你不能杀我。王位我不要了，我也不要飞升，求你别杀我。真是难看，曲终人散，总得给自己留一个体面的退场。离魂、国殇、山鬼、河伯，少司命掌生，大司命主死。朕不相信，朕不相信！湘君、湘夫人，四季轮转为云中君，太阳之神为东君，请女帝赴死。